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猕猴桃上面插一根牙签的做法，原来还有如此大的好处，真是令人惊奇。这不仅方便，而且省事。猕猴桃又称奇异果或猴仔梨，外形一般为椭圆形，它富含维生素 C， 被誉为水果之王或果中之王。猕猴桃的果肉细腻，肉质多汁，口感清甜爽口，酸甜适中，因此受到许多人的喜爱。作为一名猕猴桃的资深爱好者，我常常在购买时发现，回家的猕猴桃大多还是硬邦邦的。想要找到软硬适中的猕猴桃，似乎几乎不可能。我们都知道，硬邦邦的猕猴桃无法直接食用，口感非常不佳。那么，怎样才能快速催熟这些买回家的猕猴桃呢？今天我将分享几个特别实用的小方法，帮助大家尽快享受到美味的猕猴桃。那么，下面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种方法，扎孔催熟法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且实用的小方法。我们只需准备一根牙签，然后取出要催熟的猕猴桃，用牙签在猕猴桃表面戳一些小洞，注意不要扎得太深，只需扎破表皮即可。在猕猴桃表面打上许多小孔后，这些孔就成了猕猴桃的伤口。这些伤口能迅速释放植物生长素和乙烯，这些物质的释放会加速猕猴桃果肉的成熟，成熟的速度会相对较快。扎上小孔之后，我们再用保鲜膜呢将其包裹起来，这样更加的干净卫生，而且还可以防止猕猴桃变质，不会受到外界的感染。用保鲜膜将猕猴桃包起来了之后，我们再将它放到食品袋中，然后扎紧收口，最后将其放在常温下静置2天，就可以享用美味的熟猕猴桃了。这个方法简单方便，但要注意一次催熟的数量，避免一次催熟太多，以免短时间内吃不完导致腐烂。第二种方法，大米催熟法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很多人小时候都看到过老人们这样做。首先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盆，将催熟的猕猴桃放入其中，接下来加入少量的小苏打，然后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将猕猴桃轻轻搓洗干净，因为它的表面有一层绒毛，可能会沾有灰尘和杂质。提前将其清洗干净后，催熟的猕猴桃使用起来会更加方便。清洗完毕后，将猕猴桃放在盘中备用，晾干表面的水分。如果你像我一样赶时间，也可以用厨房纸巾直接擦干，但要记得确保猕猴桃的表面没有水珠。将所有的猕猴桃完全擦拭干净后，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接着将猕猴桃直接放入大米中，并用大米将其完全覆盖，这是一个有效的催熟方法。众所周知，水果会释放乙烯气体，猕猴桃也不例外。当猕猴桃被埋入大米中后，释放的乙烯会被大米包裹住。此外，大米中还会散发出一种米香味，这种气体同样具有催熟作用。因此，将清洗干净并擦干水分的猕猴桃放入大米中，可以加速其成熟过程。通常情况下，经过这种处理，大约3天后，猕猴桃就能完全成熟。这种方法催熟猕猴桃的速度明显更快。第三种方法，白酒催熟法，在碗中倒入少许白酒，接着将猕猴桃放入白酒中，轻轻翻滚，使其均匀裹上酒液，然后将裹好白酒的猕猴桃放入一个稍大的碗中，最后用保鲜膜盖住碗口，密封好，注意要确保密封良好，避免空气流通，否则酒精会挥发，效果会大打折扣。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催熟柿子，效果同样显著。
将碗放置在自然通风的地方，1到2天后即可直接享用美味的果实。第4种方法，水果催熟法。我们把买回来的猕猴桃全部放在一个较大的塑料袋里，塑料袋的大小可以根据猕猴桃的数量来决定。猕猴桃越多，塑料袋就要越大。当然，也可以将猕猴桃分成几包来进行催熟。将猕猴桃整理好后，接下来准备2颗家里完全成熟的苹果。如果家里没有苹果，也可以用成熟的梨或香蕉替代，但最好选择苹果，因为成熟的苹果会释放乙烯气体，而乙烯是一种有效的催熟剂。当未成熟的猕猴桃吸收到乙烯气体后，就能加速其成熟过程，这样我们就能快速催熟那些还没有完全成熟的猕猴桃。我们把苹果还有猕猴桃放在一起之后，放进塑料袋里面，再把它扎紧密封起来，让它处于一个比较密闭的环境里面，这样猕猴桃才可以充分的吸收到苹果释放出来的乙烯气体。以这种方式来催熟猕猴桃，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。只需要这样密封3到5天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吃到成熟的猕猴桃了。怎么样？方法非常简单吧？第5种方法，温水浸泡法。准备1碗40到50度的温水，将猕猴桃放入温水中，浸泡5到10分钟。注意水温不要过高，以免烫伤猕猴桃的表皮，从而影响其口感和品质。浸泡时间结束后，小心地将猕猴桃从温水中取出，然后用干净的毛巾擦干表面的水分。这一步很重要，能够防止水分残留在猕猴桃表皮上，避免滋生细菌或导致表皮发霉。擦干后的猕猴桃可以放在室温下保存。一般情况下，经过1到2天，猕猴桃会开始逐渐变软，这是因为温水浸泡启动了成熟过程。猕猴桃内部的淀粉等物质在酶的作用下开始分解，转化为糖类等物质，使得猕猴桃的口感由硬变甜，达到可口的成熟状态。这种温水浸泡催熟猕猴桃的方法简单易行，能够让你更快享受到美味的猕猴桃。不过，在操作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水温的控制，以确保猕猴桃的口感和品质。以上就是5种给猕猴桃催熟的方法，哪一种方法呢都非常的实用，非常快捷。在我们平时需要吃什么猕猴桃的时候，只需要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就可以了。猕猴桃是一种低热量的水果，每100克猕猴桃当中呢，大约有61大卡左右的热量，而1碗100克的大米饭中有116大卡的热量。因此减肥期间呢，也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猕猴桃，但是注意，猕猴桃中含有着非常丰富的有机酸成分，吃多了容易引起胃液过多分泌，从而影响健康，所以建议不要过多的食用猕猴桃，一天吃100克左右呢就可以了。之后再食用其他的一些水果，就可以满足身体每天对水果的需求了。大家都记住了吗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，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